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2024年2月29号，不仅是4年一遇的闰年闰月，而且在这一天呢，一场耗时整整3年的凶杀案终于迎来了最后的结果。根据美国康涅狄格州检察官 John Doyer Jr. 发出的公开声明，涉嫌杀害蒋凯文的嫌凶潘晴轩已经对1级谋杀罪名表示认罪。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呢，他会面临最高35年的监禁。不过最后的量刑细节将会在4月25日的正式宣判中才会公布。潘晴轩、蒋凯文这2个名字可能乍一听您觉得非常陌生啊，但是如果提到曾经轰动华人圈的为争一白人美女、华人 MIT 学霸杀害另外一位华裔耶鲁学霸的新闻，可能不少人立马就有印象了。脑海中还会浮现出潘晴轩被捕后这张带着诡异微笑的大头照。潘晴轩呢，冒着美国东部2月的严寒，驱车300多公里，就是为了杀害一个同样优秀的青年才俊。2人之前从未谋面，而杀人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后者追到了他心目中的女神。下面就让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学霸爱上了学霸，学霸又杀死了学霸的故事。那是2021年2月6日晚上8点半，地点呢是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 East Rock 区。因为紧邻著名的耶鲁大学，所以不少的学生和教师都选择在此居住，属于是个文化人扎堆、学霸含量很高的社区。可就是在这样一个安静祥和的地方却突然从街上传来了一声巨响。好奇的人走到窗边查看，只见一辆 SUV 在路口将一辆丰田普锐斯从后面撞飞出去7、8米远，力道之大让丰田的后保险杠整个都掉了下来。突然天降横祸的丰田车主赶紧下来查看爱车的受损情况，结果却被后车司机从车里头砰砰2枪打中了脸部。开枪的 SUV 司机呢，随后走了出来，弯腰查看正躺在地上痛苦抽搐的男子，似乎还对他说了几句话，然后就直起身，抬手又是5枪，直到打空了弹夹才跳上车扬长而去。目击了这场恐怖凶案的邻居赶紧打电话报警。当警察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那个中弹的男子早已没了心跳和呼吸。随身携带的证件上显示，受害人名叫 Kevin Jiang， 中文名蒋凯文，是一名耶鲁大学的研究生。此时呢，距离他25岁的生日还不到10天。根据邻居的描述，警方一开始认为这有可能是一场路怒引发的枪击案。可是呢，现场留下的轮胎印却显示，在案发前，蒋凯文的车子属于一个平稳慢速的行驶状态。而凶手是突然从后面加速猛撞上来，而且在撞击前已经跟踪了凯文2条街，明显是有备而来。目击者呢还提供了另一个细节，说凶手在飞速开车逃离的时候，车牌被吹翻了起来，隐隐的能看到下面还有另外一张车牌很可能是为了逃避警方抓捕而用了一个套牌。如此周全的刺杀计划，再加上死者中弹的部位多数集中在头部和胸部，符合行刑式的处决方式，因此警方又怀疑是否和黑帮寻仇有关。可是死者蒋凯文呢，平日里生活健康，烟酒赌毒是一概不沾，而且不管是他的家人还是未婚妻，都说他性格开朗随和，从不与人结仇，甚至连跟同学同事红个脸吵个架都没有。怎么可能有人要置他于死地呢？案发当天凯文先是和未婚妻去湖上冰钓，随后买菜回家一起做饭，直到晚上8点多，因为这2个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不接受婚前同居，于是呢，凯文就和女友拥抱告别了。谁知这一别竟成了永别。那有没有可能是黑帮寻仇却杀错了人呢？警方觉着这个可能性也很低，因为凶手在第2次开枪前明显还对凯文说了话，是验明正身后才痛下杀手。只可惜当时距离实在是太远，并没有人听到他具体说了什么。好巧不巧，这个时候呢，美国连续出现了多起黑人针对亚裔持枪劫车案件，所以呢，警方在第1次发布这个嫌犯公告的时候不仅是给出了车型和颜色，还自作主张的增加了说可能这车里头有2个人，以及枪手是非裔这2条线索。那后来证明，这不仅完全是画蛇添足，而且还直接让警方和真凶失之交臂。
在蒋凯文遇刺仅30分钟后啊，附近小镇 North Haven 警方接到了一个当地废品收购站打来的电话，说看到一辆 SUV 卡在了铁轨上，此处是非常繁忙的铁路线，这样子啊很危险。当警方赶到现场后呢，发现座驾上是一名亚裔男子，穿着黑色羽绒服，戴着一顶灰色的针织帽，正在试图把车给开出来。面对警察的问询啊，这个男人表现得镇定自若。他说自己正要开车回麻省，不知道为啥车载 GPS 出了故障，七拐八绕的呀，让他开到了这条路上，不仅彻底迷了路，车轮还卡在了轨道上。警察其实这个时候也发现了，他这车牌呢是上下2张套在一起，是个套牌车。但是司机解释说，这是因为啊，这辆车呢是才买几天的新车，麻省的正式牌照还没办下来，所以才挂上了一个临时车牌。这位警官的脑子还是缺了根弦儿，不仅没有把他带回警局问话，反而是帮他打电话联系了一辆拖车，把 SUV 拖到了附近的一间汽车旅馆，还不忘叮嘱他，明天啊一定要仔细检查，没有问题后才能安全上路哦。面对如此热心的警察，这司机反复道谢，点头如捣蒜，表示啊肯定会照做的。没想到到了第2天早上，那间汽车旅馆旁边的一个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在停车场的大垃圾箱里头看到了一个沉甸甸的塑料袋，打开一看吧，里面是一把半自动手枪、7个弹夹以及满满几大盒未开封的子弹。吓了一跳的店员啊，赶紧打电话报警。结果出警的呢，正是前一晚上的同一位警员。他看着袋子里的另一样东西，越看越眼熟。这顶灰色的针织帽，可不就是昨晚那个司机头上戴的吗？他赶紧去隔壁的汽车旅馆查看，结果前台说啊，的确昨晚有一位亚裔男子入住，但是啊却没有看到他退房。去到他房间一搜，发现里面的东西啊都没有用过，看来他根本就是虚晃一枪，而那辆 SUV 呢也依然停在停车场里。在白天充足的光线下呀，警察这才看清车子的前方有一处明显的撞击痕迹，而且呢前座上都留有星星点点的血迹。经过比对，证实这辆 SUV 的车头损伤和蒋凯文车子后部的凹陷完全匹配，车里的血迹也属于蒋凯文，应该是凶手在近距离对他开枪时溅到衣服上，然后蹭在车里的。根据底下的那张车牌信息，警察找到了位于案发地300多公里外的一个汽车经销商，结果他们2天前就已经报告这辆 SUV 被盗了。根据店里的一名销售回忆说，有一名亚裔男子前来说要买车，在接连看了好几款之后挑中了一辆前座和后座都能放平的 SUV， 他还躺上去试了试，表示非常满意。这个举动让销售多少有点摸不着头脑，因为再是能放平想要在里面睡觉都还是不舒服。于是他想向对方推荐一款更加适合长途旅行的房车，结果那人却大手一挥，不用说了，就是这辆，不要了。不过他也提出，在正式签购车合同之前，他还是想要先试驾一下。就跟先前那位警察一样，销售见这个男人衣冠楚楚，谈吐不俗，典型的像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于是也就没多起疑心，把钥匙给了他。谁知这个人开着车就一去不返，一直等了几个小时，车行关门了都不见人影。直到上了当的销售才一面报警车子失窃，一面后悔不迭，感慨人心不古，连文化人都要偷东西了。根据车行以及那间汽车旅馆提出的登记信息呢，警察最终确认了凶手的身份，名叫潘晴轩的29岁华裔男子，同时也是 MIT 的一位博士生。当警察拿着这个潘晴轩的照片给蒋凯文的家人朋友进行辨认的时候凯文的未婚妻 Zion Perry 神情略微有点不自然。他说自己在来耶鲁攻读生物物理学博士之前呢，曾经在 MIT 读硕士，在学校举办的聚会上见过这个潘晴轩几次。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呢，两个人在脸书上互加了好友，但是几乎从来不互动，充其量也就是个点赞之交吧。2020年5月31日毕业典礼当天，潘呢曾经几次给他发信息，希望能够见一面，当面表达对他的祝贺之情，不过被女生婉拒了。结果晚些时候呢，潘晴轩又提出，就算不能实际面对面，咱们就视频一个吧，我给你语音祝贺一下。结果他发起的几次 Zoom 通话都被女生拒接了，从此两人再无联系。
而且据他所说啊，潘和蒋二人从未见过面，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潘勤轩会在9个月后驱车几百公里将蒋凯文乱枪打死。能解释他作案动机的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凶案发生前1周，蒋凯文呢刚刚向女友求婚成功，这极大的刺激了潘勤轩。根据蒋凯文发的这个一段24秒的影片啊，当时2个人正在公园里头踏雪远足，在走到一处风景优美的小瀑布旁边的时候，凯文拿出准备好的戒指，跪地向女友浪漫求婚。女孩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惊喜呢，除了一声声的答应，几乎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最后视频啊，在2个人的甜蜜拥抱中结束。之后2人都在各自的社交媒体上公布了订婚喜讯，并且还放上了这段求婚录像，让所有人来分享他们的幸福。这条动态下面自然是亲朋好友满满的祝福和点赞。但这个消息啊，也许对潘勤轩来说是五雷轰顶。当警方进行例行通告，说明潘勤轩和蒋凯文的未婚妻认识时，网上啊，尤其是很多中文媒体顿时引发了一轮舆论的高潮。不仅是言之凿凿地说这就是一起三角恋引发的血案，还故意将矛头指向了未婚妻，说他故意脚踏2条船，才引起了2个华裔青年才俊为他争风吃醋，最后酿成血案。甚至还有好事者啊，硬生生地脑补出了几千字的爱恨情仇，以 MIT 博士为了白女杀了耶鲁硕士为题，结结实实地带了一波流量。但是翻遍全网，唯一能找到的一张未婚妻和潘勤轩同框的照片，拍摄于2020年3月份的一次学校举办的募捐酒会。从2个人的表情、肢体动作以及相隔的社交距离来看，就是很普通的校友关系，完全跟情侣啊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而与之完全相反的，则是蒋凯文和未婚妻的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2人的甜蜜合影。在警方的报告中呢，也非常明确地写道，潘勤轩和蒋凯文的未婚妻之间呢，从未有过恋爱关系或者性关系，他们只是普通朋友，但女方的确能够感到潘勤轩对她感兴趣。换成大白话说就是追，但是没追着，舔，但是没舔到。而潘勤轩眼中的高冷女神却主动去倒追了蒋凯文这个耶鲁的穷小子。根据未婚妻的说法，2个人是在2020年初的一次教会活动中认识的。当时他就被蒋凯文一脸开朗的笑容所深深吸引，主动约他一起喝咖啡。结果发现2人不仅信仰一致、三观契合、外表登对，还一样热爱音乐，简直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的完美一对。在之后的日子里呢，2个人感情发展稳定，女生和蒋凯文的家人相处的也非常融洽。2020年8月，蒋凯文前往德克萨斯州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国民警卫队训练。当他结束返回康州时，一眼就在接机的人群中看到了母亲和女友。本来可以在 MIT 继续攻读博士的女友，后来决定前往耶鲁求学，也是为了能和凯文更近一些。而凯文呢，也因此坚定了要与他共度一生的信念。而这一场情投意合的完美恋情却被潘勤轩的妻腔彻底断送。未婚妻还没等到婚礼呢，就先等来了未婚夫的葬礼。2021年2月14日，情人节，也是蒋凯文25岁的生日。可是这一天却成为了他正式出殡的日子。在葬礼上，未婚妻泣不成声地说：“我希望你能够在天堂一切安好，等我将来和你再次见面。”痛失爱子的蒋家父母更是哭得几乎晕厥。作为第一代移民，他们在美国艰难打拼20多年，为的就是想要儿子能有更好的生活。作为家中独子的凯文呢，从小也非常的懂事聪慧，不仅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课余时间也一直在父母开的餐馆中帮忙。很多老顾客都是看着这个乖巧的小男孩一路成长成了开朗大方、笑容真诚的英俊小伙。他的中学老师在葬礼上也回忆说，凯文那个时候一放学就会赶去做电话推销的工作，周末最大的爱好呢是钓鱼，钓到了就拿回家给妈妈做晚饭吃。而且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高中毕业后凯文就选择了从军，为的就是能够在退役后拿到读大学的钱。
3年后，他不仅以优秀的成绩被耶鲁录取，还全额支付了在大学就读的所有学费和生活费。之后又进入了环境科学，攻读硕士学位。他也在 YouTube 开设自己的频道，主要分享一些健身技巧、健康饮食以及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他热衷在镜头前面展示着自己标志性的灿烂笑容以及健康的体魄。相比之下呀，尽管潘勤轩只比他大了4岁，但却让人感觉明显老很多。眼神忧郁，沉默寡言，在学校的朋友也不太多。这两人放一块儿相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哪怕是用脚投票，都能轻松选出一个胜利者来。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眼里蒋凯文就一定比潘勤轩强，偏偏就有人觉得潘勤轩才是全世界最好、最优秀，也是最帅的，看不上他的女生都是有眼无珠不识货。这人呢，就是潘勤轩的父母。其实在警察查到被盗 SUV 的信息之后就第一时间联系了住在麻省的潘爸潘妈。结果潘妈在电话里头非常冷淡地回答说自己也联系不到潘勤轩，他的手机关机了。随后他拒绝接收了所有警方的电话，家中的大宅也空无一人。眼见着劝说潘勤轩自己投案自首是不可能了，警方发布了全国通缉令，不仅在网络和电视上滚动播出，还把他的头像放在了高速路沿途的巨型广告牌上，布下了天罗地网。结果在5天后，就有人在相距千里之外的佐治亚州发现了疑似潘勤轩的身影。他背着一个黑色的背包，不停地往身后张望，举止非常怪异。在加油站的便利店买了几样东西以后他搭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车离开。而开车的呢，是一对中年亚裔夫妇。经过目击者和监控摄像头的双重辨认，最后确定这就是潘勤轩和他的父母。感情这一家3口是一起逃亡去了。于是呢，警察将调查的范围扩大到了潘爸潘妈头上，将他们的通信记录、车牌信息以及银行消费记录都提取了出来。结果发现，在潘勤轩杀人的第2天，潘家父母就带着他开车一路往南，穿越了整整7个州，沿途在 ATM 上取了大量的现金。不过却没有他们任何酒店入住的信息，可能是因为害怕被发现吧，所以吃喝拉撒睡都在路上进行。这样一路逃亡了3周以后，最终警方通过手机定位、监控录像以及雷达汽车牌照读取等等手段，终于在一处高速路上截停了一家人开的车子。结果却发现里面只有潘爸潘妈，看不到潘勤轩的影子。根据潘爸后来跟警方的交代他在枪击案发生当晚就收到了儿子打来的电话，说他遇到了大麻烦，需要父母帮助。爱子心切的潘家父母呢，连夜赶往纽黑文和他碰头。3人商量一番后，决定跑路。之后他们一路风餐露宿，想尽了办法躲避警方的追捕。直到后来，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有人目击了潘勤轩的行踪。在明知已经暴露后他们不但没有选择自首，反而是来了一招金蝉脱壳，由潘爸潘妈呢继续开车往南，而潘勤轩则带着所有的现金以及潘爸的中国护照去往了别处。但是潘家父母却拒绝透露他们分开的具体方位和时间，让警方无从下手。听说潘勤轩身上还带着父亲的护照，警察心中咯噔一沉，难道说他是要假冒父亲的身份跑回中国吗？而且由于他最后现身的地方距离美墨边境也只有300多公里了，所以也不能排除他会逃往墨西哥。于是呢，2021年4月8日，也就是凶案发生近2个月后， FBI 联合国际刑警对他下达了跨国红色通缉令。但其实这个时候潘勤轩已经化名蔡亨利，躲进了隔壁地广人稀的阿拉巴马州。根据后来这个波士顿环球报的采访报道他用现金支付的方式在蒙哥马利市租下了一栋公寓楼中的一间，跟房东一家呢只有1墙之隔。房东回忆说他是个非常安静而且有礼貌的人，还非常热心地给家里的小孩子解决过电脑问题。为了表达感谢，房东让他可以尽情享用院子里头种的蔬菜，也可以去捡新鲜的鸡蛋做菜做饭。在阿拉巴马的这段时间呢，潘勤轩可谓是过着很多人梦想中的田园生活。不过这样平静的日子却并没有持续多久。2021年5月13日，蒙哥马利警局宣布，在美国海岸警卫队特遣部队的协助下，他们已经将逃亡了整整97天的潘勤轩抓捕归案。警方并没有透露他们是如何定位到潘勤轩的地址，只是强调说抓捕的过程非常顺利，双方并没有发生肢体冲突。而且呢，被戴上手铐之后，潘勤轩还微笑着对一旁目瞪口呆的房东说：“给您添麻烦了，我非常抱歉。”
同款的迷之微笑也出现在他之后换上球衣，警方为他拍摄逮捕照的时候。于是就有了那张疯传网络，让人看了头皮发麻的照片。然而不仅是潘金轩的诡异笑容让人觉得无法理解，他的作案动机同样令人匪夷所思。仅仅是因为心中女神跟别的男人订婚了，就跑去突突了情敌，这个行为确实有点难以理解。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除掉了一个蒋凯文之后，还会有张凯文、李凯文，如果都得灭掉，这杀得过来吗？或许潘金轩内心充满困惑，我这么优秀，他为什么看不上我？的确如果单从学业来说呢，他的确非常优秀，堪称是别人家孩子的天花板。根据潘金轩自己的脸书信息显示呢，他来自于中国上海，父母从小对他奉行的就是精英式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读的是双语私立，15岁的时候便进入了美国马里兰州 Wooten High School 读书。这所学校在全州排名第4，位于一个富裕的中产社区，也算是一所当地名校。潘金轩的高中成绩呢非常优秀，尤其是理科方面更是一路领先，门门全 A。学校的官网上显示他曾经代表美国队参加了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并且获得了银牌。这样的荣誉可谓是该校建校40年来的独一份。这儿多说一句，理论上来说呢，能够代表美国参加这样的国际大赛是需要拥有美国国籍的，而当时潘金轩还不到18岁，作为一位中国留学生，在短短的2年多时间里就能顺利的入籍美国，这样的速度堪称是坐了火箭。于是一直就有传言说，他和他妈妈其实早就已经入籍美国了，甚至有可能是出生在美国，然后回上海读的书。也就是说，他和遇害的蒋凯文一样，都是美籍华裔。咱们先把国籍的事放在一边不谈潘金轩呢本身也的确是个超级学霸，不仅高中毕业后顺利进入 MIT， 一路读到了博士，还因为拿到了校级奖励名额，因此进入了顶尖的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实验室。而且在读博期间，论文已经被引用了80多次。他还从小就练习钢琴，入学的时候曾经在 MIT 全校典礼上表演钢琴独奏，被校报称作是一名出色的钢琴家。前面咱们也说过，受害者蒋凯文也热爱音乐，还时常会在自己的油管频道上上传自己弹钢琴的视频。不过他的技艺远比不上潘金轩，弹的也只是一些难度比较低的流行曲目，但是贵在真实放松。他的音乐和他的人一样，充满了勃勃的生机。而这些在被嫉妒心冲昏了头的潘金轩眼里，就成了原罪。你想想拼学历，自己是 MIT 博士，而蒋呢仅仅是个耶鲁硕士。凭经济实力吧，自己是个口衔金汤勺出生的富二代，大学还没毕业，父母就给他在波士顿北部买了一栋价值80万美元的房子。而蒋呢，只是个唐人街小店主的儿子，大学学费都要通过当兵去换，开的车也是个破破烂烂的二手车，甚至连钢琴都弹得比自己差了几十条街。那凭什么女神喜欢你而不喜欢我？就凭你有腹肌，凭你的牙比我白，简直是不公平。这些问题不仅是他自己，就连潘家父母也没想明白。潘金轩被捕2个多月后呢，警方宣布也会对潘父潘母进行调查，指控他们协助儿子逃亡，妨碍司法。也正是因为父母对儿子的鼎力相助，让检方认定他逃跑风险极大，因此建议法庭把保释金定到了5000万美元的天价。尽管后来呢，法庭把价位打折到了2000万，但还是创下了康州保释金的记录。之所以这个保释金定得如此之高，除了法庭认为他的确有可能潜逃之外也是因为他们认定了潘家非常有钱。根据美国财政金融犯罪调查人员提供的一份报告称潘家父母从2014年至2020年间，每年都有巨额资金从中国汇入他们的账户，存款数额已经积累了数百万美元。不仅给儿子全款买了房，还在麻省有2栋豪宅。即使是在儿子逃亡的时候，也没忘了买房。在潘金轩被捕的时候呢，房间中搜出的2万美金只能算是他家资产的9牛1毛。不过也变相的证明了父母应该事先不清楚他杀人和逃亡的计划。那这些钱呢，是他们一路上从 ATM 机上取出的现金的极限了。有关潘家为何如此有钱，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媒体都没有提及。但是我们在 Truth Finder 的网站上查到了潘父在山东烟台开的进出口公司。在2020年的时候呢，被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提出了制裁令，
理由是在报关的过程中涉嫌走私违规。潘家虽然说有钱但是这2000万美金的保释金呢，也明显超过了他们的承受上限。于是潘勤轩在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候审。由于当时正值疫情，案件的审理积压严重，所以一拖就是3年。期间潘父潘母出钱给他换了好几轮律师，辩护方向也从一开始的警方取证不规范，到激情杀人，再到最后说他有精神病。可见父母此时也顾不得强调儿子是多么优秀了。与其说当一个监狱里的学霸，那还不如让他成为一个自由的疯子。然后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那样，潘勤轩在原定的5月份开庭前决定认罪。他到底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以及他在杀害蒋凯文之前到底对他说了什么，也许永远都会是一个谜。在潘勤轩突然决定认罪前不久发生了我们频道中讲过的硅谷杀妻案，而在中国国内也有清华才女朱令被投毒去世，以及北大吴谢宇杀母被判死刑。尽管案情都有不同但是里面的凶手都有名校高材生这个共同点。于是同一时间，学霸这个曾经让同学们羡慕、让父母们自豪的词儿，却无形中开始带有一点贬义。网友们纷纷表示，成绩好不能代表人品好，考试成绩只能过滤学渣，但是不能过滤人渣。知识本身并不能够弥补人性格上的偏差，在过于追求学业优秀的同时常常会忽略压力带来的极端的心理问题。再加上一直生活在学校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里，分数那就是能力和地位的象征。在生活或者爱情上，一旦面临挫折和失败内心就会像一根不断拧紧的琴弦一样，最终的结局如果不能变得更强，便只有断裂。而学霸引发的悲剧也往往更容易让人觉得惋惜，毕竟几十年的寒窗苦读不是为了最后成为一个杀人犯。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也绝对不是在牢里头终老一生。最后随着我们对受害人凯文的了解，我们也尝试去解答一下那个潘勤轩也许一直都想要知道的答案：为什么女神选了凯文而不是自己呢？这个答案也许就藏在了蒋凯文的脸书首页上。他给自己也给所有的人写道：生命是一份礼物，我非常感谢。可能女孩喜欢的并不是她的外表、她的才华、她的家境，而是呢，她有一颗热爱生活、感恩而且善良的心吧。感谢收看 M2 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支持我们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